大家好，宠粉的仪态又来了。拍戏的时候总免不了 NG， 不过这些失误镜头大都被剪掉了，但是也有一些小失误被导演剪进了正片，不仅没穿帮，还意外造就了经典。今天一代就带大家品品那些因失误造就的经典。在电视剧《烟雨赋》中，乔欣携手徐正熙上演了一场极致浪漫的爱情故事。除了不受宠大小姐和冷面腹黑王爷的新奇设定外，两位主演的 CP 感也是该剧的一大亮点。尤其是在两人的一段笑场戏份里，乔欣和徐正熙的真实反应可谓是甜度爆表。当时乔欣饰演的秋烟为了捉弄徐正熙饰演的梁毅，故意叫他求自己。口嫌体正直的梁毅在佯装生气走人后，一个转身又奔向了秋烟的房门，没想到刚好和开门而出的秋烟撞了个正着，于是两人在四目相对震惊之余，就此开启了一场无声的憋笑对决。只可惜两人的笑点都出奇的低，一句台词双双破防。我求你。不过这段被保留下来的笑场戏份并没有成为败笔，反而完美的展现出了乔欣和徐正熙的可爱。后来在梁毅教秋烟防身术的场景里，两人梅开二度再次笑场，这样的小意外反而让剧情更甜了。杨紫和井柏然在电视剧《女心理师》的笑场戏份也被保留了下来，成为了宝藏名场面。当时杨紫饰演的贺顿站在电梯门口，数落井柏然饰演的钱开义，为了赶紧撵走他，贺顿就说自己不生气了，随即一把将他塞进电梯。但没想到下一秒钱开义又自己打开了电梯门，吓得贺顿直接表情失控。好在杨紫还勉强能保留最后的理智，硬着头皮接戏，再次将他推进了电梯。不过正在兴头上的井柏然自然不肯乖乖罢休，最后索性打开电梯门放声大笑，害得杨紫只能崩溃到捶墙。把笑场变成撒糖的还有任嘉伦和白鹿。在电视剧《一生一世》里，男主角任嘉伦为了体现角色的贴心，精心设计了帮女主角白鹿背挎包的动作。但白鹿本人其实并不喜欢这种情节，因为他觉得自己买了包就是用来背的，包包也是穿搭的一部分。奇怪的是，当任嘉伦在剧里自然地接过他的包时，他反而觉得一点都不违和，还意外地发现了任嘉伦的萌点。所以剧中的那些甜笑画面其实都是白鹿真实的内心写照。不过被可爱到的可不止白鹿，我们也被任嘉伦的温柔体贴酥到了骨子里。马思纯的笑场画面则是以数量取胜。在电视剧《你是我的城池营垒》中，她所饰演的米卡是一名平凡的医生，虽然偶尔会犯迷糊，但天性乐观的她依旧是众人心中不折不扣的小太阳。每当她露出笑容，都会让人感受到温暖和治愈。不过在她高频率的出现的笑容里，其实有不少是马思纯本人发自肺腑的笑。剧中当她看到白敬亭头上扎了个粉色蝴蝶结时，她的嘴角就只剩不讲。即便她努力地咬紧了唇，我们也还是可以看出她内心的狂喜。当她骑着脚踏车和跑步的白敬亭并肩而行时，她银铃般的笑声也充满了真实感。加速啊！加速啊！加速啊！小腿蹬起来，来跑！送花环节更是高能，白敬亭饰演的邢克磊千挑万选，最后给米卡送了个向日葵，说这个花和他比较像，不料米卡直接来了句神回复：向日葵，因为我脸大。最后两人双双笑出屏幕。不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要数两人在医院对话的一幕。当时邢克雷假装失忆询问米卡是谁，但米卡识破了他的小把戏，便借机上一把反向整蛊。金克雷，我是你妈。果不其然，两人直接笑到失去表情管理，也让观众从此把这部爱情剧定位成了搞笑剧。黄景瑜和迪丽热巴的临场反应也是一等的甜。在电视剧《幸福触手可及》中，有一段戏是两人站在旁边看配角们秀恩爱。闲着无聊，热巴开始撅嘴卖萌，黄景瑜也可爱反击。后来考虑到时间问题，黄景瑜开始拐弯抹角的催男配走人，又问热巴要不要回去。听到否定回答后，他原本想模仿配角们刚才的浓情蜜意，但说情话技能不精，当即扑哧笑出了声。你一定我不行，我走了。从热巴惊恐万分的眼神中可以看出，这段表演完全是黄景瑜的现场发挥。虽然他肉眼可见的没绷住，但却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糖点。
赵丽颖和冯绍峰在《知否》中也撒过糖，有一段戏是冯绍峰饰演的侯爷顾廷烨和赵丽颖饰演的盛明兰漫步丛林，交心相谈。但不知道是因为角色本身是醉酒状态的设定，还是冯绍峰不小心忘了词儿，两人激烈辩驳时，全靠赵丽颖机智接活。紧接着，侯爷又开启了碎碎念模式，一会儿质问明兰是不是特别恨自己，一会儿又喋喋不休的翻旧账，最后还醉醺醺的向明兰撒娇。但或许是冯绍峰的表演太过卖力，赵丽颖瞬间就被戳中了笑点，只好赶紧结束话题，逃离片场。你怎么回头走我呢？我喝多了还是你？哎呀！这段戏虽然是肉眼可见的笑场，就让两人多了层打情骂俏的即视感，生动自然的同时又不乏甜蜜。不过赵丽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笑场还是在《杉杉来了》。在这部剧中，因为赵丽颖饰演的是一个吃货，所以她从头到尾都没有停止过吃。其中有一场戏是赵丽颖和张翰一起吃饭，珊珊问封腾：“汤是上工伤吗？”其实这场戏本来赵丽颖笑场了，需要补拍，但是因为两个人的演技都非常好，导演没有喊停，最后还将这个片段剪进了正片里。因为一次笑场，导演舍不得喊停，这才造就经典的场面还真不少。《爱情公寓》作为无数人心目中的白月光，除了拥有笑料十足的剧情外，片中角色之间的情感纽带也是一大亮点。不论是日常的吵架拌嘴，还是长久的温暖陪伴，都能令我们感受到鲜活的气息。剧中有一幕是李佳航所饰演的张伟身穿伴娘服出场，看着他离谱又违和的造型，现场众人不禁笑出了声，只有旁边的娄艺潇保持住了镇定。但正经不过几秒，王传君饰演的关谷一进来耍宝，娄艺潇便也跟着破防，随即开始捂嘴狂笑。之前热播的《猎场》，胡歌和成龙有一场戏是胡歌前女友在讲 PPT， 但是成龙是知道秋冬和艺人关系的，然后胡歌想着喝口水冷静一下，他想逗一下秋冬，没想到胡歌当时就笑场了，一下子把口中的水喷了出来，在场的所有人都笑场了，导演还特意把大家的反应剪到了正片里。电影《西游降魔篇》的笑场镜头也是一大经典，当时黄渤和舒淇正在洞穴里对戏，突然调皮的黄渤开始自信地教舒淇跳起了舞，一会儿跨步，一会儿扭腰，甚至还上演了极尽妖娆的高抬腿和翘臀动作，一套魔镜流程下来，逗得旁边的舒淇早已把高冷包袱丢到了九霄云外。那我可以再去洗猪腰了。哎，这个人好面熟啊！而这段画面也因为过度喜感，被导演周星驰完完整整地保留在了正片里，变成了这部电影的一大惊喜桥段。除了笑场演员们对戏时忘词儿、说错话，也是常有的事儿。《无间道》中，黄志诚叫陈永仁从天台逃走，陈永仁转身离去，这时黄永仁突然喊了声“喂”，陈永仁茫然回头啊，黄永仁摆摆手，没什么，于是陈永仁离开。那一句“喂”是黄秋生莫名其妙脱口而出的，并非剧本原有的台词。梁朝伟错愕之下的茫然回头也是真实翻译。这段黄秋生实拍即兴改的台词成为了影片中的点睛之笔。火爆热剧《陈情令》大结局后，导演放出很多有意思的花絮，大多都是肖战和王一博之间的小故事。两人一开始拍戏的时候还是陌生，但后来越来越熟悉，关系好的可以喝同一杯水。在戏里面，王一博饰演的蓝忘机是一个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人，但现实中的王一博并不是。他和肖战在对戏的时候经常笑场，每次肖战都忍不住要打人。有一场戏是魏无羡重生到16年后，两人一起查案，王一博把失去理智说成是走火入魔，虽然说错了，但是导演没有剪，在正片里直接用错误的这一条，不料这一幕竟成了经典。我也没有亲眼所见，只知走火入魔。走火入魔，走火入魔。同样的即兴发挥还发生在《泰坦尼克号》中，那就是杰克给 Rose 画裸体肖像这经典一幕。其实在这场戏里，小李子说台词时犯了一个小错误，当时 Jack 摆好了沙发位置，正做着画画的准备工作，此时 Rose 从房间走到 Jack 身边，慢慢褪下衣服。Jack 看着 Rose 不好意思地说了句躺到床上去，之后又改口说哦是沙发，请你上床，沙发。其实原台词中并没有去上床这一句，而是小李子不小心说错了。但是这个可爱的小错误却被保留在了电影中，因为导演觉得这恰巧反映了 Jack 当时害羞、紧张、尴尬的心情。而这样接地气的小瞬间，也让这段爱情变得更人性化，也更亲切。
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惊艳了很多人的时光，而片中的仰头醉酒镜头更是堪称影史的经典镜头。然而这绝美的一幕却并非刻意而为之，而是掺杂了一些失误在里面。拍摄前一天，导演邀请林青霞打了一通宵的麻将，整个人又困又乏。而在拍摄当天，林青霞的假发突然被机器缠住了，害得林青霞呛了好几口水。可这时镜头已经推进，重拍也来不及了，她只好将假发取下，换成真发上阵。在如此混乱的状态下，完成了一个经年不衰的喝酒镜头。好啦，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这些小失误哪个惊艳到你了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一太哦。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